持续1年的俄乌冲突至今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连战连捷的俄军与死战不退的乌军在战场上打得那叫个头破血流，异常激烈。而中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则表明了我们自身的立场。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中国推出关于解决俄乌战争问题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方案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强烈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此前也表态期待中国这份文件，俄方也表示期待中国就俄乌战争中停火促谈提供建设性意见。然而在这份文件正式出台后，俄罗斯官方表面上对该方案表示重视，但是同时也提出目前没有看到和平解决的条件，所以俄军将继续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则强调需要与中方领导人会面，并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的方案表面上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他认为目前只有受到攻击的国家才能启动和平进程，意思很明显，就是一种委婉的拒绝。看起来俄乌双方还是要照打不误，死磕到底。俄罗斯方面扩军备战，国内军事工业连轴转，不断生产新装备向前线运送，而援兵差不多到位了，部分主力部队在俄境内也休整得差不多了，所以俄军顺势发动春季攻势，目前处于优势地位，正在猛攻即将沦陷的阿特姆斯克。巴赫穆特战线对于俄军来说赢面很大，所以看来在这个节骨眼上，俄罗斯目前可没有和谈的心思。至于乌克兰，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军事问题，和俄罗斯和谈对于他们来说目前不重要，毕竟他们的要求是俄罗斯撤出全部军队后才能开启和谈，就这一点是俄军万万不能同意的。乌军在整条战线上被俄军不断蚕食，面对俄军无法完成反攻，因此拜登特地访问乌克兰打气，顺便宣布增加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大批西方先进武器将被迅速运送至乌克兰，以继续勉励乌军在战场上放俄罗斯血，消耗俄军兵力。看起来俄乌双方的任意一方在取得军事上的大胜之前不会有其他的动作的，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俄乌双方基本上都没有积极和谈的意愿。因此有分析是中国的和谈方案在俄乌同时遇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对于中国的和平方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这表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都期待中国的表态。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大国来说是国际责任，是绕不过去的。与此同时，这份和平方案也反映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表明中国愿意扮演一个和平、稳定和负责任的国际大国角色，这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关于俄乌的表态，相信我方早有预料，但仍旧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此举主要是向外界正式详细的阐述中方对于乌克兰的态度，向世界发声。在俄乌问题上，西方国家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强迫中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选边站，此计谋看成毒辣，我们也不可能被西方牵着鼻子走2选1的路子。若要选边站乌克兰，中俄关系会受到巨大影响，分化瓦解中俄关系，美国求之不得。而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及其西方霸权的威胁，可不是俄罗斯。而若要选边站俄罗斯，美国和西方就会寻找借口群起而攻之，搞出一堆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制裁，这样只会作茧自缚。所以说，关于乌克兰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这不仅仅是俄罗斯打乌克兰那么简单。从乌克兰颜色革命、东乌危机、东乌人道主义灾难等一系列的事件看，和西方的挑拨脱不开关系。西方是挑拨俄乌兵戎相见的始作俑者，但另一方面，俄罗斯借着特别军事行动旗号，强行在乌克兰境内搞公投，
实质性吞并他国领土行为，也不被各国所承认。所以中方不可能在俄乌之间选边站，中方始终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愿继续为缓和局势、化解危机发挥负责任、建设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向世界表明的态度。所以西方要给中国上套，想把我们拉下水，那就趁早靠边站吧。这个当我们可不会上。西方的问题最后还是得他们自己解决。但是我们仍旧需要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态度，绝不能被任何外部势力牵着鼻子走。